魏无羡看他一眼，这个孩子最多18岁，应该是上学的年龄，长相也还算端正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和那群黑社会同流合污的人。魏无羡一向擅长苦中作乐，勉强打起精神与他说起话来。你看过我的电影？小男孩摇摇头又点点头，你的作品我都看过，但是我喜欢你是在3年前。3年前？3年前他还没出道呢。我特别崇拜您。小男孩开始在偶像面前刨白心声，那个时候在道上混的谁不知道魏无羡的名号啊？我当时初中辍学就是为了跟随您。魏无羡觉得自己似乎做了误人子弟的反面教材，什么叫辍学是为了跟随我？原来我在小朋友心中是这种形象吗？啊，不是。小男孩觉得自己似乎表达错了意思，连忙解释道，我不是因为要跟随你才辍学的。当时我母亲生病了，供不了我读书，我就想辍学自己去打工，但是打工的钱赚得太慢了，我才想着要跟你混。小男孩感激地看着他说，但是你当时看我未成年，就把我打发走了，还给了我一笔钱，那笔钱治好了我母亲的病。魏无羡扶额道，有这回事吗？男孩激动道，有。你不记得，我却记得清楚，我还记得那天下了雨，你看我一个人缩在街边可怜，还让人给我送了把伞呢。我到现在还保存着那把伞呢。魏无羡努力回想了一下，摇摇头，抱歉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，但是如你所说，我之前帮过你，那你现在怎么不回去接着念书？我高中念完没考上大学，后来被一个大哥介绍到这里了。男孩老实道，我没做坏事，我只是想赚钱，赚很多钱，这样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魏无羡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劝他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不算是个好榜样。正在他耗费精力组织语言，想着教育一下这个步入迷途的少年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他动不了，那男孩主动跑了出去，过了一会儿又跑进来，慌张的跳脚，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魏无羡放在肚子上的手紧了紧，他知道蓝忘机不会让他等太久的。即将获救的喜悦没维持多久，他忽然想起那伙人手里是有枪的。外面已经有打斗声传进来，小孩依旧慌得语无伦次，被抓到我会不会要坐牢啊？魏无羡拉住他的手，让他不要慌。这一震动之下，他才看见这孩子外套下也别着一把手枪。这时外面又闯进2个人，慌慌张张地将魏无羡从地上拉起。魏无羡虽然清醒着，但基本上还是任人摆布的虚弱状态。那个医生给他挂的水还剩下小半瓶，就被其中一个男人粗暴地摔碎了。魏无羡手背的针也被强行拔了出来。在他还未做出任何反抗之前，冰冷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太阳穴。老实点！那小男孩似乎是被吓傻了，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，直到被人呵斥了一声，才像提线木偶一样跟了上去。这处废弃工厂隔间相当多，却没有后门，只有一个大门。魏无羡被押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了强装镇定的金子勋，外头传来打斗声和爆破声，他们退无可退，只能拿自己当筹码。金子勋忽然怒瞪着魏无羡，指着他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魏无羡笑得更开心了，笑够了才说：“我笑你蠢，你他妈！”金子勋恼羞成怒上去就要给他一拳，这时一声巨响从正对面的墙传来，众人被一阵猛烈的冲击推倒在地，金子勋还没碰到魏无羡就被灌到了墙上，摔得满脸血。金子勋的手下也就剩下现在挟持魏无羡的2个了，方才那阵冲击魏无羡也没能幸免，但好在身后拿枪指着他的2人离他离得近，被震得倒下的时候刚好给他做了肉垫。魏无羡反而是受影响最小的一个，那把指着他太阳穴的枪不知道掉哪个角落里了。他被尘土呛得咳了2声，视线还没恢复清明，就看到很多黑影闯进来，继而自己就被人紧紧搂进了怀里。魏婴，他听到蓝忘机的声音从他头顶传过来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蓝忘机把他抱了起来，魏无羡感到熟悉的失重感，这才确定这一切都不是梦。蓝湛，魏无羡用手紧紧抱着他的脖子，明明很虚弱，但喊出这个名字时却是铿锵有力的。我来了。蓝忘机把人从烟尘丛抱出来，魏无羡从他的肩膀往身后看，一群警察已经冲进去把里面的人都制服了。
他看到江澄抓着金子勋的头发，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。金子勋原先戴的金丝边的眼镜被人踩碎在泥土里。你们都来了。魏无羡被蓝忘机抱到了工厂外的警车上，睁着大眼睛问他。获救的过程一点都不艰难，他身上的病痛也暂时放过了他，因此还有力气与蓝忘机说话。而他之所以要与蓝忘机说话，是因为蓝忘机的脸色很难看，依旧没有多余的表情，但眉目间却不知何时藏了几分沧桑。魏无羡抬手想把他微微皱起的小山丘抚平，手伸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回过神来，自己的双手沾了血污和泥土，会弄脏蓝忘机的脸。他悻悻收回了手，怕弄脏他的衣服，都不敢抱他抱得太紧。魏无羡问他：蓝湛，你怎么了？说句话呀，看到我不开心吗？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没有血色，憔悴万分的脸蛋，才不过3天未见，这人就又瘦了一大圈，才不过3天的时间，他差点就永远失去这个人了。可是他真的抓得住魏无羡的命吗？他伸手替魏婴把嘴角的血迹擦干净了，救护车在来的路上了。救护车的目标太大，跟着他们围过来容易暴露目标，因此在不远处的村落待命。现在情况控制住了，自然可以开过来了。我没事，魏无羡嘴硬道，就在不久前他还疼得要死，但现在在蓝忘机怀里，却忽然就不那么疼了。你没事？蓝忘机板着脸反问他，这语气让魏无羡心里猛地一沉。魏婴，你要骗我到何时？魏无羡惴惴不安地缩在他怀里，不敢去直视蓝忘机的眼睛，他知道有些事是瞒不住的。蓝忘机扶着他的肩膀，让他与自己对视，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关于孩子，关于你的病。蓝湛，二哥哥，你好凶啊！魏无羡眨眨眼睛开始撒娇，试图转移注意力。我肚子都疼了，他的肚子是真的疼。蓝忘机的面色骤然缓和下来几分，急切地问他，要紧吗？医生很快就来了。不要紧，这点痛我能忍，但你别凶我了，我跟你道歉可以吗？魏婴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听你的话，我以后都听你的话。蓝忘机艰难地向他求证，可以治的，对吗？没等魏无羡回答，他笃定地自问自答道，一定可以的。魏无羡心虚的不敢说话，忽然摸了摸蓝忘机的头发，惊道，蓝湛，你怎么有白头发了？他没有看错，蓝忘机耳边的黑发里不知何时藏了数根银发，虽然很少，远看不明显，但离得近了，那一线白真是格外惹眼。魏无羡急得声音都变了调，你怎么了？蓝忘机才刚刚24岁，却居然有了白发。蓝忘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，大概是那一夜熬出来的。这回是蓝忘机沉默。江澄很久没伸展过拳脚，金子勋撞他枪口上了，被打得没了人样。警察控制了刚才挟持魏无羡的2个人，魏无羡看见那个小孩也被压着，连忙和江澄说，别抓他，他刚才帮了我，